好，吃了无穷老少咸，有一成功不唐捐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非中苗叔小乐。那么我们说一下最近的这个6个角色吧，2.2跟2.3版本。2.2版本上半知更鸟、托帕，下半波提欧和复旋。然后2.3呢是有这个翡翠和这个刘莹啊，其他的角色就复刻角色还不太清楚。然后呢，我们说一下这6个角色的一个抽卡规划啊。那么这个星星铁道的抽卡规划呢，它的大原则还是按照这个成套的去抽啊，按照成体系的去抽啊。那么知更鸟呢，显然就是一个追击体系的一个角色啊。那么你说我不玩追击体系，可不可以抽知更鸟呢？其实也是可以的，而且就是这个追击体系，其实很多人只想到了打这个混沌啊，以及这个将来出的这个下个版本要出的这个寻猎深渊的这个对单啊，对双的这个伊托杀鸟啊，就是真理医生啊，托帕沙金和知更鸟的这个队伍啊。但实际上追击队伍还有一个是打虚构叙事的啊，就是击黑的队伍啊，击紫黑塔。那么后面出这个翡翠呢，可能会换成这个翡翠黑塔。然后那你专门打虚构叙事啊，也是可以用知更鸟的啊。但是最好的话呢，肯定是两边都能用啊，就是你既有这个追击队的这个队伍呢，又有这个虚构的这个队伍。因为虚构的这个击黑啊，这个队伍它其实就是靠这个追击啊，然后来进行一个更多轮次的输出，来打这个虚构一直出的很多怪嘛，所以这个在这个虚构知更鸟也是比较好用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入坑比较晚，然后软梅也没有，花火也没有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对于这个限定童鞋角色是比较缺的啊。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抽知更鸟作为过渡使用的。比如说你的 DOT 队啊，当然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队伍啊，虽然知更鸟有加追加攻击的这个属性，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关键啊。然后有加追加攻击的，有加攻击力的，所以最好肯定是你的这个主 C 既打追加攻击，又吃攻击力，然后呢又拉条效果对它提升又大啊。当然，你即使没有吃到某种，其实也还是可以的啊。比如说这个 DOT 队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黑天鹅加上这卡夫卡的这个队伍啊，你如果没有软梅的话，你去放一个知更鸟啊，也未尝不可啊。那它只是吃不到这个追加攻击的加成，攻击力的加成，拉条的加成，对于这个黑卡其实提升也是比较大的啊。这个是知更鸟。然后托帕的话呢，因为2.3要出这个寻猎深渊啊，如果说你的这个追击队已经搞得比较好的话呢，啊也是可以补的啊。但是这个追击队呢，它追击队在设计上是一个高金体系啊，它在低金的情况下呢，它的这个充能循环等一些方面其实不是特别顺手啊，但是也不是不能用啊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。然后下半的浮旋没什么好说的，浮旋就是所有5星限定生存啊，都是当你没有2个的时候呢，都是要抽的。当你有2个了之后呢，再看这个情况，比如说你玩追击队，你抽个杀金啊，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其实童鞋也差不多啊，但是童鞋比那个生存要好一点，就是你抽3个童鞋肯定比抽3个生存要好一点啊。但是呢，就是你如果说花火软梅都有，你又不玩追击队，其实我是不太建议抽这个知更鸟的啊。因为他们本身是比较平衡的嘛，那这样的话，你其实最好呢是你再去抽第3、第4个限定童鞋的时候，最好能够跟自己的体系匹配上。然后下半的这个波提欧，那么波提欧呢是一个主打击破的对单寻猎角色啊，那么可以应对这个即将出来的这个对单的这个深渊啊，2.3版本将开始这个对单的深渊，然后像混沌的话呢，对单也是可以打的，但是波提欧呢是一个打击破的一个角色，打击破的一个角色呢就它的这个影响因素其实是比较多的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版本呢，其实官方是出了这个又出了更新了2个击破的这个教学啊，所以这个我估计包括后面这个刘莹，据说也是打击破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估计后面可能对于这个击破队的这个抬的可能会比较厉害啊，对于击破 C 在不抬的情况下呢，击破 C 呢也比较容易踩，对吧？这个
是一个情况。然后波提欧呢是一个单 C， 那么对于这个缺少主 C 的，就没有主 C 啊，只有0到1个主 C 的这个玩家呢，是可以考虑搞一个这个波提欧。对于萌新来说，那么完善体系是比较快的，而且由于它打击破呢，它不打击破的呢，它的这个仪器啊，就下限比较高啊，能够在仪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啊，就可以比较迅速的下深渊啊，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。然后后面那个刘盈我估计是跟黄泉一样是版本主推的一个大 C 啊，那么然后它的这个星魂跟专武啊，估计提升也是比较大的啊。然后毕竟刘盈他在剧情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嘛，那同样打击破的话呢，波提欧跟刘盈在XP 剧情这个层面是没有办法比的。然后后面呢是翡翠呢是一个量子智识角色啊，我估计呢是姬子的上位替代啊，跟黑塔组队，因为姬子它限制比较大，它的这个战绩呢是对3的，不是对群的，以及它的这个追加攻击呢需要击破对方弱点才能触发。那这样的话，在对方如果没有冰火弱点的话，那你击黑队伍其实就不是很好用。那么在这个后面这个量子的智识啊，我估计会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翡翠我估计会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这个是在出了这个虚构叙事之后第一个智识主 C 啊。但之前的这个银之也是不错的啊，就是它是傍着这个虚构一块出的，在虚构之前，刚出的，就是它当时已经有这个虚构的一个这个说明了啊，所以银之做的时候其实已经倾向于虚构了啊。那这个当然银之还是在对单方面有一定的这个补偿，那么我估计翡翠应该就是一个专职虚构啊。同时呢，我估计它在0+0和0+1的层面上是一个比较强势的角色，应该不会说逼大家去抽星魂，因为虚构整体的难度也是比较简单的啊。目前来说是这样，而且现在主推的还是这个混沌的这个角色啊，所以我估计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在如果说你的2个体系已经基本比较完善了，其实我对于翡翠的这个抽取优先度是比较高的。我个人呢也是更倾向于去抽这个翡翠啊，因为黄泉这边2+1我已经把它搞好了，对吧？这边体系呢也比较完善了啊，就等着那个交秋了。除了交秋之外，别的体系都比较完善了，净流什么刃呀那边体系也都比较完善了。那么这个翡翠去补，虽然我也有击黑了，但是这个再抽一个翡翠去补齐一下这个虚构的一个短板啊，或者说补齐一下另一路，对吧？是我现在比较考虑的一个问题啊。到时候翡翠是一个什么情况，我们到时候再看啊。这个就是 2.2 跟 2.3 版本的6个角色的一个抽卡建议。